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一位从山西来的客户老张和他女儿的事儿。老张是个地道的山西煤老板，这些年靠着煤矿生意发了大财，在当地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。他有个宝贝女儿小婉，大学毕业后通过我们的介绍认识了台湾的阿德。说起这对，那真是一见钟情。阿德是台湾南部一个农村的小伙子，家里种水果的，人长得帅气有礼貌，对小婉特别好。两人认识没多久就坠入爱河，没过多久就谈婚论嫁了。但是老张一听说女儿要嫁到台湾农村，当场就炸了锅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老张拍着桌子喊道，我辛辛苦苦挣钱供你读书，不就是希望你嫁个好人家吗？现在好不容易有点钱了，你倒好，要嫁到台湾农村去。台湾那小岛穷得很，农村那不更是穷上加穷？你这不是要去受罪吗？小婉据理力争，爸，你这观念太落后了。台湾哪里穷了？人家那边生活水平可高了，农村也很发达的。我不管。老张摆摆手，满脸写着不信。我看那些电视剧里的台湾农村都是破破烂烂的小房子，一下雨就漏，刮风就塌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不同意你嫁过去，除非我亲眼看看。就这样，经过小婉软磨硬泡，老张终于答应先去台湾看一看，再做决定。抱着就是要让女儿看清现实的心态，老张拎着2大包补品和土特产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旅程。一下飞机，老张就开始挑刺，这机场也太小了吧，比咱山西都不如。阿德和小婉在机场接到老张后，开车带他前往阿德家乡。一路上，老张不停地打量着窗外的风景。从台北出发，沿着高速公路往南部开，老张渐渐沉默了。这路修的还挺好的嘛，老张小声嘀咕着，比我们那儿的县道还平整。几个小时后，车子驶入了阿德的家乡，一个位于南部的小农村。老张原本以为会看到破旧的房子和泥泞的道路，没想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掉了下巴。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两旁，整齐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独栋小洋楼，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小片花园或者果园。三三两两的老人在社区公园里下棋聊天，孩子们在干净的操场上玩耍。这就是农村。老张结结巴巴地问道，我没走错地方吧？阿德笑着回答，张叔叔，欢迎来到我们村，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可以，简直太可以了好吗？老张心里嘀咕着，脸上却故意板着。很快，车子在一栋3层小洋楼前停下，周围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和几棵结满水果的树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。阿德面带微笑地说道。老张下车后直接傻眼了，这哪是什么农村小屋啊，分明就是城里人的别墅嘛！白色的外墙，蓝色的屋顶，宽敞的阳台上摆放着各式盆栽，门前还停着一辆农用卡车和一辆小轿车。我滴个乖乖，这真是你家？老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会是租来骗我的吧？阿德的父母听到声音，笑着从屋里迎出来。阿德的爸爸热情地握住老张的手，老张兄弟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快进屋坐。老张被请进屋内，室内装修更是让他目瞪口呆。宽敞明亮的客厅，实木家具，大屏幕电视，中央空调，各种家电一应俱全。厨房里干净整洁，各种烹饪设备齐全，完全不输给城市里的高档小区。你们家真是靠种水果发家的？老张疑惑地问道。是啊，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种水果。阿德的爸爸笑着解释，我们这个村大多数人都是种水果的，有的种凤梨，有的种芒果，我们家主要种葡萄和水蜜桃。晚饭时，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，阿德妈妈还特意准备了几道山西风味的菜肴。酒过3巡，老张终于忍不住问道，老弟啊，不是我看不起你们，实在是太好奇了，你们种个水果，怎么就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了？阿德爸爸笑了，张兄弟有所不知，我们台湾的农业很早就产业化、科技化了。我家的果园虽然只有5亩地左右，但我们种的都是高品质水果，产量高，品质好，销往日本。
香港甚至欧美国家价格比普通水果高很多，而且我们这边农会组织得很好，统一提供技术支持、销售渠道，还有保险和贷款服务。政府对农业也很支持，常常举办培训，教我们新技术。阿德妈妈补充道。对了，我们这边还发展农业观光，每到收获季节，城里人都会带着孩子来体验采摘，一天下来额外收入也不少呢。阿德爸爸说完，又给老张倒了一杯酒。老张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想到自己以前对台湾农村的刻板印象，不禁有些惭愧。饭后，阿德带着老张参观了他们家的果园。尽管天已经黑了，但在路灯的照耀下，老张依然能看到整齐排列的果树。果园里还安装了自动喷灌系统和防虫网，远处还有一排排的温室大棚，这比我们那些种地的强多了。老张不由得感叹道：“你们这还是农民吗？简直就是农业企业家啊！”回到家中，老张又仔细打量着这座农村豪宅。阿德的房间里还有一台电脑和各种书籍，墙上挂着农业大学的毕业证书。阿德，你还上过大学呢？老张惊讶地问道。对啊，张叔叔，我毕业于台湾农业大学，学的就是果树栽培。现在边帮家里管理果园，边在网上开了个店，专门卖我们村的水果。阿德骄傲地说道。听完阿德的介绍，老张忍不住感叹道：“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们台湾的农村娃不但能上大学，还能学以致用，这比我们那里的城里孩子都强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老张被窗外的鸟叫声唤醒，推开窗户，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。晨雾中的果园，远处连绵的山脉，干净的街道和晨练的村民，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，完全没有他想象中农村的泥土气息和污染。早啊，张叔叔，睡得好吗？阿德端着早餐走进客房。好的不得了。老张揉着眼睛，这里空气真好，比我们那儿山上都清新。早餐后，阿德提议带老张在村里转转。刚出门，老张就被村里整洁的环境惊到了。街道两旁种满了花草树木，甚至还有专门的垃圾分类站。你们这儿咋这么干净？老张不解地问道。阿德笑着解释，我们村有专门的环保小组和志愿者，负责村里的环境维护，每个月还会评选最美庭院，大家都很注重环境卫生。边走边聊，老张注意到路过的每家每户门前都停着汽车，有的甚至是高档轿车和越野车。你们农村人都开得起车啊？老张又一次惊讶了。现在哪家没个车啊？阿德笑道。我们这儿公共交通虽然方便，但种农业的家庭都需要车辆运输农产品，而且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出行也要便利嘛。走着走着，他们来到了村子中心的一栋现代化建筑前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老张问道。这是我们村的农会大楼，阿德介绍道。1楼是农产品展销中心，2楼是图书馆和电脑室，3楼是会议室和培训教室。推门而入，老张看到1楼的展销厅里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种农产品，从新鲜水果到加工食品，甚至还有农产品制成的化妆品和工艺品。几位穿着整齐制服的年轻人正在接待顾客。这些都是你们村的产品？老张指着展示柜问道。对啊，我们村现在不仅卖原产品，还做深加工，比如果酱、果汁、果干等等，附加值更高。阿德骄傲地说，你看那边，还有我们开发的农产品线上商城，顾客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下单。老张看着电子屏幕上展示的电商平台，上面不仅有产品介绍，还有田间实时监控画面，消费者可以看到自己订购的水果是如何生长的，这也太先进了吧！老张感叹道，你们这已经不是普通农业了，这是智慧农业啊！张叔叔，现在的农业早已不是过去那种靠天吃饭的模式了。阿德解释道，我们引进了物联网技术，通过传感器监测土壤、湿度、温度等数据，实现精准灌溉和施肥，还利用大数据分析最佳收获时间，提高产量和品质。随后，他们来到2楼的图书馆，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，不少村民正在安静地看书或使用电脑，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他们戴着老花镜，聚精会神地阅读或学习使用电脑。你们这老人还学电脑呢？老张好奇地问。当然啦，阿德笑着说，我们村定期举办老年人电脑培训班，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、电脑，甚至是如何开网店。你看那位老奶奶，她就靠卖自家腌制的梅子在网上小有名气呢。老张顺着阿德指的方向看去，一位约70岁的老奶奶正熟练地操作着电脑，旁边摆着几瓶包装精美的梅子。不得了啊！老张感叹道，你们这老人家比我们那儿的年轻人都与时俱进。离开农会大楼，阿德又带老张参观了村里的医疗站、托儿所、老年活动中心和运动场。你们这农村比我们那城里都设施齐全啊！老张不停地赞叹。午饭是在村里的一家农家乐吃的。令老张惊讶的是，这家农家乐不仅环境优雅，菜品也十分精致，全部采用当地有机食材烹制，甚至还提供英文菜单。你们这还有外国人来？老张好奇地问。是啊，我们村因为环境好，农产品品质高，这几年发展了农业旅游，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。阿德解释道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，这里都客满呢。吃完午饭，阿德带老张去拜访了几户邻居。每家每户不仅住房条件好，家电齐全，生活方式也非常现代化。其中一户人家的主人竟然是从台北回乡创业的软件工程师，在家就能远程工作，同时经营着家里的果园。现在不少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呢。阿德告诉老张，政府有专门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，加上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在农村也能做很多工作。下午，老张参观了村里的智能温室大棚，在这里，所有的环境参数都由电脑控制，工人们穿着整洁的工作服，操作着现代化设备。看到没，张叔叔，现在种地都不用弄得满身泥了。阿德笑着说，温室旁边是一座现代化的包装厂，水果采摘后经过严格筛选、清洗、包装，然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。怪不得超市里的台湾水果那么贵呢。老张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么讲究。傍晚时分，阿德带老张去了村里的文化广场，广场上有篮球场、健身设施，还有一个小型露天剧场。此时，不少村民已经聚集在这里，有的跳广场舞，有的打太极拳，还有的在舞台上排练节目。你们农村人生活这么丰富啊？老张再次惊讶地问道。当然啦，阿德骄傲地说，我们村每个月都有文化活动，春节还会举办村民联欢会呢。物质生活富裕了，精神生活也要跟上啊。回到阿德家，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天。阿德的爸爸拿出平板电脑，向老张展示他们这些年的家庭照片和村里的变化。我们村30年前确实很穷，阿德爸爸回忆道，那时候房子都是矮矮的砖瓦房，道路也是泥巴路。但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和农业转型，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。现在我们这一代虽然还是农民，但和过去完全不同。我们用科技种地，靠质量取胜，通过互联网销售，生活方式也和城里人差不多。听着阿德一家的讲述，老张陷入了沉思。他想起自己以前对台湾农村的偏见，感到有些惭愧。老弟，我得跟你道个歉。老张诚恳地对阿德爸爸说，我一直以为台湾是个小岛，农村更是贫穷落后，没想到你们这农村比我们那城里还发达。我女儿嫁到这样的地方，我哪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阿德一家都笑了起来。阿德妈妈亲切地拍了拍老张的手，张兄弟，其实台湾早期也很艰苦，但我们通过发展特色农业、科技农业才有了今天。你们大陆地大物博，发展潜力更大啊！老张连连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惊叹与敬佩的光芒。这次台湾之行彻底颠覆了他对宝岛的认知，也让他对女儿的选择有了全新的理解。说实话，我真没想到台湾农村能发展得这么好。老张感慨地说，小婉要是嫁到这里，那确实是有福气了。小婉听了爸爸的话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紧紧地握住了阿德的手。阿德也回以温柔的笑意，两人之间的爱意溢于言表。张叔叔，其实我们台湾农村的发展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转型。
阿德补充道，最关键的是政府支持和农民自身的观念转变。以前大家都想往城市跑，现在不少年轻人反而愿意回乡创业了。第3天，阿德特意安排老张参观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和产销班，这是台湾农村特有的组织形式，农民通过合作联合，共同采购、生产和销售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益。我们这个产销班有20多户果农，产销班的班长热情地介绍道，大家一起购买农资，聘请技术顾问，共用大型机械设备，还统一品牌包装销售，这样单个农户就不会被市场和中间商欺负了。老张听得连连点头，这确实是个好办法。我们那边的农民就是因为单打独斗，常常被收购商压价，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卖不上好价钱。产销班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认证证书，从有机认证到全球良好农业规范认证，甚至还有日本和欧盟的农产品安全认证。这些认证可不好拿啊！班长自豪地说，要严格按照标准生产，定期接受检查。但有了这些认证，我们的产品就能卖出更高的价格，打入高端市场。参观结束时，产销班特地送给老张1箱精选水果作为礼物。水果包装精美，每个都带有2维码，扫描后可以看到这些水果的生产过程和农户信息。这也太高级了吧！老张惊叹道，这哪是普通农产品啊，简直就是艺术品。中午，阿德带老张去了村里的农产品加工厂，这里将村民种植的水果加工成果酱、果汁、果干等产品，进一步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。我家葡萄做的葡萄干和葡萄酒就是在这里加工的。阿德介绍道，比起卖原果，加工后的产品价格能翻好几倍呢。工厂里，工人们穿着洁白的工作服和帽子，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，整个生产过程全部采用机械化操作，卫生条件堪比食品厂。你们这效率也太高了！老张看着自动化的生产线，感叹道，不仅效率高，质量也有保障。工厂经理介绍说，我们有专门的品控团队和实验室，确保每批产品都符合标准。现在我们的产品不仅在台湾销售，还出口到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。下午，老张参加了村里1年1度的农产品推介会，各家各户都带来了自己的特色产品。现场还有来自城市的采购商和消费者。台上，村长正在发表致辞，介绍村里这1年来的成就。今年我们村的有机水果认证面积又增加了15%，电商销售额比去年增长了30%，农业观光接待人次突破了10万。听着这些数据，老张不禁感叹台湾农村的发展水平。推介会上，不少农户还带来了自己开发的新品种或新产品，有的甚至申请了专利，这也太厉害了。老张对阿德说，你们这些农民都是创业者、发明家啊！晚上，阿德和小婉带老张去了村里的夜市。与其说是夜市，不如说是一个小型美食节。各家摊位整齐有序，卫生条件良好，还有现场表演助兴。张叔叔，尝尝这个，这是用我们村的水蜜桃做的桃子冰沙。阿德递给老张一杯冰沙，非常受游客欢迎呢。老张尝了一口，甜而不腻，桃子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好吃，真好吃。这哪是普通冰沙呀，这是高级甜品。在夜市上，老张遇到了不少来自城市的游客，他们专门驱车前来体验农村生活和品尝农产品。其中一位来自台北的游客告诉老张，现在台北人都羡慕住在乡下的人，空气好，食物新鲜，生活节奏慢，而且房子大又便宜，简直是理想生活。听到这话，老张更是震惊不已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城里人永远看不起农村人，没想到在台湾，农村生活竟然成了一种向往。回到阿德家，老张迫不及待地给家里人打电话，兴奋地分享着这几天的见闻。老伴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台湾的农村简直了，房子比咱们小区的还气派，村里设施比咱们县城还齐全，种地全用高科技，家家户户都开车，老人孩子都有人照顾。老张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声音中充满了惊叹。不是吧？那咱闺女嫁过去不是赚大了？电话那头，老张的老伴惊讶地问道。赚大了，赚大了。
我之前还担心他受苦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土包子有眼不识金镶玉啊。老张笑着说，放下电话，看着女儿幸福的笑脸，老张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了。闺女，爸爸为你感到高兴。老张拍了拍小婉的肩膀，阿德是个好孩子，他们家和这个村子都很好，你嫁到这里，爸爸放心了。小婉激动地拥抱了父亲，谢谢爸爸理解我，我就知道你来了就会改变想法的。阿德也郑重地向老张鞠了一躬，张叔叔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婉，让她在台湾过上幸福生活。老张满意的点点头，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的年轻人，他忽然觉得这次台湾之行不仅让他看到了先进的农村，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和思路。在台湾的最后一天，阿德和小婉开车带老张去附近的城市逛了逛。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宽阔平整，沿途风景优美，处处是整齐的房屋和绿化。你们这农村和城市差别也不大嘛？老张感叹道。就是啊，阿德解释说，我们台湾现在城乡差距已经很小了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本和城市同步，加上互联网发展，信息也很通畅，甚至有些方面，农村的生活质量比城市还高呢。在返程的飞机上，老张回想着这几天的所见所闻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拿出手机，翻看着拍摄的照片，阿德家的漂亮洋房，村里的现代化设施，智能化的果园，热闹的村庄活动，每一张都刷新着他对台湾农村的认知。原来台湾农村这么发达。老张自言自语道，看来我们的观念真的要更新了。回到山西后，老张逢人便讲述他在台湾的见闻，向亲朋好友展示那些让他震撼的照片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台湾的农村。老张指着照片自豪地说，我女儿要嫁到那边去了，住大房子，吃有机水果，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。老张的朋友们看着照片都惊讶不已，这哪是农村啊，这简直比我们这儿的小区还好啊。就是啊，我们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呢，人家早就发展起来了。老张感叹道。1个月后，小婉和阿德的婚礼在台湾举行，老张带着全家人前往参加。这次他不仅没有丝毫异议，还特意定制了一套西装，打扮得格外精神。婚礼在阿德家的果园里举行，布置得既温馨又浪漫。村里的乡亲们都来祝福，场面热闹而温馨。婚礼上，老张主动举杯致辞。今天我作为女方家长，非常荣幸见证小婉和阿德的结合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对女儿嫁到台湾农村很有顾虑，害怕她会吃苦。但当我亲眼看到台湾农村的发展水平，看到阿德家和这个村子的美好生活，我不仅放心，还为女儿感到骄傲。台湾的农村发展真的令人惊叹，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升级，从生态环境到文化生活，都做得非常出色。我希望我们山西的农村也能学习这些经验，让农民都过上好日子。老张的话引来了阵阵掌声。婚礼结束后，老张特意留了下来，说要多住几天，好好体验一下台湾农村的生活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关于打破偏见、开阔眼界的相亲故事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经历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